界面新闻消息 ，iPhone 12发布后，作为用户购买新机意愿的参考指标，闲鱼发布了 iPhone 二手交易数据。闲鱼数据显示，近2周平均每天有20万用户在闲鱼为旧手机估价，换旧买新意愿强烈。与此同时，每天还有12万人在闲鱼搜索 iPhone 11。新品的发售带来老款出清，闲鱼数据显示，1周内 iPhone 11的搜索量上涨了 85.8%， 居榜首。iPhone X 搜索量上涨 25.2%， 位列第22。一点资讯官方报告，截至今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3799万1805例，现存确诊860万5553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22万2991例，累计确诊3806万8210例，累计死亡108万2079例。国内现存确诊437例，现存疑似9例，累计确诊9万1368例，累计死亡4746例。据中央气象局消息，今年第16号台风浪卡的中心已于今天13日晚上7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琼海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8百帕。一点资讯官方报告，界面新闻消息，据网信中国14日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网信系统累计暂停更新相关板块功能网站99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3942家。有关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578万余个。针对网站平台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家网信办视违规情节和问题性质，依法分别采取约谈、责令限期整改、停止相关功能、全面下架等处罚措施，坚决打击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今日6时，现存确诊病例437例，现存疑似病例9例，现存重症病例1例，累计确诊病例9万1368例，治愈病例8万6185例，死亡病例4746例。据环球网消息，迷之异臭沿三浦半岛一路往北，终于逼近了菅义伟首相的家。日本周刊杂志 Flash 12日报道称，自2020年5月以来，日本神奈川县多地居民曾多次反映闻到一股燃烧的橡胶般的臭味，然而该臭味的源头却一直未被查明。10日，这股异臭终于沿三浦半岛传至横滨，逐渐逼近日本首相菅义伟位于横滨市中心的家。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军事消息，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发言人12日称，美军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南部发动了多轮空袭，支援遭到塔利班袭击的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国驻阿富汗部队发言人桑尼莱格特上校指责塔利班最近在赫尔曼德发动袭击，称此做法与2月份美国与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议的规定不一致，破坏了正在进行的阿富汗内部和谈。他还说，美军发动的空袭并未违反2月份达成的协议。莱格特还援引阿富汗美军指挥官斯科特·米勒将军的话，在推特上的声明中说，塔利班必须立即停止在赫尔曼德省的进攻行动，减少在该国的暴力行为。他说，美军已经并将继续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支持，以抵御塔利班的袭击。据环球网消息，新冠大流行将给美国造成16万亿美元的损失。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卡特勒在美国医学会杂志12日发表的文章中发出了这一番警告。据彭博社消息，萨默斯和卡特勒在文中写道，其中大约8万亿美元与经济封锁和病毒持续传播所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有关，另一半则来自健康损失，包括过早死亡、精神和长期健康损害。每个死亡病例将给社会造成700万美元损失，而康复者医疗费用共需2.6万亿美元的额外成本。疫情对美国民众心理健康造成的损失将达1.6万亿美元。截至今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3824万4004例，现存确诊860万5553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8万4406例，累计确诊3815万2616例，累计死亡108万3563人。
国内现存确诊440例，累计确诊91388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军事消息，据美国《星条旗报》10月13日报道，韩国军方当天表示，近期从美国飞往韩国的22名美军士兵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这使得驻韩美军的感染病例总数达到225例。报道称，尽管美国军方自8月起就要求美军士兵及其家属在登上国际航班前进行病毒检测，以控制疫情蔓延，但仍有不少人无视这一规定。目前还不清楚感染的美军士兵属于哪些部队，但美国空军官员强调，他们只能在部队抵达目的地后控制事态发展。驻韩美军司令部坚称，这些感染军人不会对社会大众的健康构成直接威胁，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测，并在抵达韩国后立即进行为期2周的隔离。新入境的军人都没有和基地或当地社区的其他人员有过接触。驻韩美军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海外网10月14日电，据韩联社14日报道，韩国釜山市一家疗养医院发生新冠肺炎集体感染事件，已造成52人确诊，包括43名患者和9名员工。目前该医院被整体隔离。釜山卫生部门表示，发生疫情的医院位于北区万德洞。13日，该医院一名50来岁的女性护理员确诊后，全院262名患者和员工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截至14日上午，已有52人确诊。一点资讯，官方报道 ，IT 之家消息。IT 之家10月14日消息，苹果在北京时间10月14日凌晨1点举行新品发布会，带来了 iPhone 12系列新品。现在苹果正式宣布 iPhone 12手机确认支持 5G 网络技术，这也是苹果首款 iPhone 5G 手机，支持白色、黑色、蓝色、绿色和红色。现在苹果中国官网已经公布 iPhone 12系列的预购日期和售价。iPhone 12 mini 64GB 版售价5499元，128GB 版售价5999元，256GB 版售价6799元。11月6日开启预购。iPhone 12 64GB 版售价6299元，128GB 版售价6799元，256GB 版售价7599元。10月16日开启预购。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辽东春秋消息，说起甄子丹，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功夫。这个在电影里称雄称霸的男人，凭借一身忠肝义胆，为观众们打造了无数的经典角色。那些好看的电影作品已经在无数观众心里常驻，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无聊的时候，人们经常都会反复的观看，对于甄子丹的喜爱从未减退。之前甄子丹因为冰封侠戏霸事件遭到了很多人的吐槽，官微通过社交平台狠批甄子丹，说他在片场几乎变成了为所欲为，不顾及影片的初衷，随意篡改其中的内容，所以导致该片在上线之后沦为了人们的笑柄。从票房与评分就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的成果确实不尽人意，网友们都表示太失望了，本以为是部良心之作，结果看完之后却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演了一些什么。虽然官微发布了指责长文之后很快就删除了，但却还是有细心的网友保留了截图。该事件在网络中逐渐发酵，很长一段时间甄子丹都背负着戏霸的骂名，令粉丝表示很心疼。面对这种情况，甄子丹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霸气回应自己只是冰封侠而已，并不是背锅侠。制作方不应该将电影的失败原因全部都归在自己身上。10月14日，电影《冰封侠》官微再次发表了新动态，令网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动态竟然是一封道歉信，其中明确写出了对于甄子丹的歉意，对于甄子丹造成的一些名誉伤害，并非是故意为之的。最后，官微还表示很期待与甄子丹再次合作。据观察者网消息，据韩联社10月13日报道，韩国军方13日就朝鲜在建党75周年阅兵式上公开的3款超大型火箭炮表示，韩军可通过导弹防御体系予以迅速应对，并对其进行远点打击。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文宏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如上表述，他表示，韩美军方可通过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即将部署的地对空导弹2等武器拦截朝军的新型火箭炮。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人民日报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 比今年6月的预测数据上调了 0.8个百分点，并预计2021年增长率将反弹至 5.2%， 比6月份预测低 0.2个百分点。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全球经济正从危机深渊中恢复，所有国家现在都将踏上漫长的攀行之路，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漫长、坎坷而充满不确定，且极易出现倒退。IMF 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 5.8%， 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 4.3%， 欧元区经济衰退 8.3%， 英国经济衰退 9.8%，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 3.3%。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今年增长为 1.9%， 明年将达到 8.2%。IMF 指出，中国的复苏速度快于预期，称在4月初大部分地区重新开放后，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快于预期。在强劲的政策支持和出口弹性的支撑下，第二季度 GDP 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正增长。据一点体育消息，北京时间10月13日，据福斯体育报道，上周末在乌干达业余赛场发生一起让人痛心的悲剧，一名球员在球场上防守失误导致丢球，因此被队友残忍的殴打。赛后双方又爆发冲突，这位出现失误的球员最终被打死。一名目击者称，奥瓦奇失误可能是因为比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甚至是带着酒劲上的场。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车市红点消息，出门打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是什么体验？而且最主要它还是免费的。现如今自动驾驶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在似乎距离普通人还比较远。如今愈发成熟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经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红点汽车获悉，10月11日晚，百度官方微博宣布，即日起百度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在北京全面开放，可在海淀、亦庄以及顺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站点无需预约，直接下单免费试乘。现如今自动驾驶技术并没有那么成熟，虽然市面上很多车型已经能提供初级的辅助驾驶功能，但长时间离开方向盘还是会报警，毕竟特斯拉自动驾驶致死的事故还历历在目。目前自动驾驶技术还只是部分区域试行，并未全国普及，并且自动驾驶车辆目前还无法完成掉头等动作，很多情景仍然需要坐在主驾驶的安全员。而且目前百度 Robotaxi 相较人们想象中的出租车仍有差距，出行范围并不大，站点停靠的方式更像是一个摆渡车。未来无人驾驶出租车会普及，但绝不是现在，最少5年内还达不到极端使用需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据一点财经讯10月13日晚间消息，国联证券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杨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杨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事项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盖经济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10月13日电，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12日表示，韩国在70年前选择了美国，不代表未来韩国还要继续选择美国，应该根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做出选择。此番质疑美韩同盟的政治不正确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争议，并招致美国国务院发文反驳，韩国外交部则被迫出面灭火。亲美倾向的韩国在野党国民之力党议员郑振硕指出，李秀赫作为在任外交官说出这番容易招致驻在国及美国不必要的误会，但李秀赫表示，如果因此引起误会，是我不才所致，然后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观点。李秀赫说，韩美同盟不仅仅是军事同盟，还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萨德风波等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问题上，中国对我们有着重大影响。他表示，在韩国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件事方面，美国完全不感到介意。
李秀赫接着说，韩国在70年前选择了美国，不代表着未来70年仍要选择美国。未来我们如果继续选择美国，只能是因为这一选择符合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国家利益。只有这样，韩美同盟才能持久稳固。如果仅仅是因为70年前双方缔结了同盟关系而继续选择美国，这对美国也是一种。据上官新闻消息，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12日表示，韩国在70年前选择了美国，不代表未来韩国还要继续选择美国，应该根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做出选择。此番质疑美韩同盟的政治不正确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争议，并招致美国国务院发文反驳，韩国外交部则被迫出面灭火。据环球网消息，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上周发表得奖感言，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13日就此事作出回应，表示对该事件保持关注，并称今后将为发展韩中关系、促进韩中友谊继续努力。报道称，韩国外交部副发言人李在雄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就一些中国网民指责防弹少年团谈及朝鲜战争的有关言论，韩国政府方面对此事保持关注。一点财经消息，10月14日消息，截至今日开盘，沪指报3353.62点，跌0.18%；深成指报13781.56点，跌0.12%；创指报2777.89点，跌0.25%。从盘面上看，军工板块活跃。联合证券表示，节前市场调整后企稳，假期间外围市场整体上扬 ，A 股节后跳空高开，属于长假后的补涨。秋冬疫情反复、美国大选及中美摩擦、外围市场波动引起的联动影响等是主要风险点，会加剧市场波动，外资较难持续净流入。不过，在国内基本面持续修复、流动性不再边际收缩的环境下 ，A 股中确定性强且边际利好的细分领域仍有结构性机会，建议关注3季报及“十四五”规划利好的新能源、军工、电子等行业。一点资讯，官方报告。海外网10月14日电，美国此前声称已与俄罗斯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科夫表示，美方在胡说和故意歪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日报道，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此前曾称，华盛顿准备明天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换取相互冻结核武库，并认为就这一点已与莫斯科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对此，列亚布科夫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胡说。据列亚布科夫称，俄美对如何建立未来军控体系有不同的看法，并且俄方已将自己的看法以书面形式转给了美方。列亚布科夫指出，如果美方同意接受俄方看法，那么明天就可达成协议。但在目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俄方不能理解华盛顿基于什么理由表示双方达成原则性协议。据环球网消息，10月8日，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印度洋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被爆出12日突然掉头回到南海，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寻常。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10月13日发布的消息，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于10月8日从南海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东印度洋活动，12日却又突然掉头回到南海，稍有平静的南海可能又将热闹起来。据环球网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援引一份内部备忘录称，纽约警察局已通知全体警员，为下个月总统大选日前后可能发生的抗议活动做好准备。纽约警察局长德莫特·谢伊表示，11月3日的大选将是当代竞争最激烈的总统大选之一。他还预测称，大选日前后可能会出现抗议活动，并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持续至2021年。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欧盟各国周二商定，将协调新冠病毒旅行限制的通用标准，以结束疫情期间各国混乱不统一的国家法规。27国部长在卢森堡的会议中同意了新指南，并建立通用的制图系统来定义欧盟的风险区域。但目前为止，该指南仅是建议层面，并不会对成员国形成约束力。按照计划，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使用交通信号灯颜色系统发布欧盟每周地图，以指示每个区域的风险等级。疫情严重程度则会由多种流行病学因素来决定，包括前14天中每10万人口中新出现的新冠阳性病例。该计划也设置灰色，以界定数据不足的区域。
来自红色、橙色和灰色区域的旅行者将可能需要隔离或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而来自绿色区域的旅行者则不采用任何措施。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北京日报消息，在昨晚播出的新闻1+1中，节目连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就大家关注的青岛0号病人、此波疫情规模等问题作出回应，还对收治境外输入病例医院的闭环管理问题提出了建议。吴尊友介绍，从现在青岛核酸检测的结果显示，这次疫情规模应该不会太大。同时，黄金周期间去过青岛的游客没有必要全部隔离做核酸检测，因为疫情主要局限在胸科医院，绝大多数国庆期间到青岛旅游的游客来说，没有机会接触到病人。但如果确实担心，可以主动到医疗机构做核酸检测。初步判断0号病人很可能与境外输入病例管理有关。随着调查和检测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本次疫情累计发现的6例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与市胸科医院高度相关，而这所医院承担着收治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吴尊友说，青岛疫情再次敲响警钟，全国在接收境外输入病例时，要进一步监督检查闭环封闭完好，有没有漏洞。至于0号病人是谁，吴尊友表示，目前没有明确答案，但有一些初步的判断。第一，这起疫情与11黄金周没有直接联系。第二，0号病人很可能与境外输入病例的管理有关，这个答案也有待于地方进一步调查核实。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山东省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说，截止到今天9时30分，青岛已采样7502720份，开展了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已出结果4064119份。除已公开的12例确诊病例以外，没有发现新的阳性样本。截止到今天9时30分，青岛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5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完成了2轮的核酸检测，除首轮检测中9人核酸检测阳性并已及时公布外，其余均为阴性。一点资讯，官方播报。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日本国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家1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向参与政府旅游刺激项目 Go to Travel 去旅行的旅行社等追加提供补贴额度。Go to Travel 是日本政府7月推出的经济刺激活动，主要面向旅游业，由政府补贴，消费者最大能享受旅游费用总额50%的折扣优惠，具体为35%的旅行相关费用及15%的消费券。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2日，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了年度亿万富豪报告。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7月底，亿万富豪财富总额达到10.2万亿美元，攀登至今年资产价格微型反弹后的新高点，超过了2017年底创下的8.9万亿美元的峰值。这一反弹由工业及科技领域的亿万富豪引领，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亿万富豪财富占到财富总额的17%。一点资讯，官方播报。山东省卫健委官网消息，2020年10月13日0时至24时，山东新增本地确诊病例6例，均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5例，死亡7例，治愈出院756例。山东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9例，累计治愈出院68例。山东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5例。目前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332人，尚有594人正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台海消息，台湾12日刚宣布获得德国公司疫苗的代理权，13日就被披露该公司其实是大陆企业。台湾东洋公司12日宣布取得德国 BNT 新冠疫苗台湾代理权，最高额度3000万剂，最快明年第一季度第一批1000万剂就可到货。不过，台商刘伟记13日爆料称，该疫苗是德国 BNT 公司与大陆制药厂合作制成的，且在大陆监管审批程序下进行。换句话说，这正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当初信誓旦旦绝对不买的大陆制疫苗。据环球网国内消息，10月13日，青岛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角色部署和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在国家省市联合专家组的指导下，本市医疗救治、全员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各项工作科学有序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为支持本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全省派出的7支210人核酸检测队伍和1050人的采样队伍，昨天已到位开展工作。加上本市抽调的医务人员，目前共有1万余名医务人员进行全员采样检测工作。一点资讯，官方报道，今时数据消息，苹果宣布将5G 技术带入 iPhone 手机，苹果 iPhone 12系列手机均支持5G 通信。据爱卡汽车消息，日前我们从特斯拉中国官网获悉，特斯拉针对在售的 Model S 长续航版、Performance 高性能版2款车型售价进行下调，降幅均达 2.3 万元。降价后，2款车的售价分别为 73.39 万元和 83.39 万元。关注特斯拉 Model S 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算上本次，今年特斯拉已经对该车进行了3次调价。最早在今年的5月份，特斯拉 Model S 全系车型价格下调了 2.9 万元。此后在今年的7月，特斯拉 Model S 又进行了调价，全系车型下调 0.8 万元。一点科技消息，10月14日下午消息，据微博网友爆料，朋友圈有一则提示：杭州蛋壳公寓的公司财务跑路，公司破产倒闭，为避免最大损失，请联系公司。蛋壳公寓因此冲上热搜。据了解，蛋壳公寓近日运营问题频出，多名租户在微博反映，租屋已断网多日，联系不到管家，反映问题也没有回应，并且撤销了国庆假期的保洁服务，并退给租户15元服务费，而每月保洁费高达200多元。澎湃新闻消息，澎湃新闻记者从萧德万将军亲友处获悉，海军原舟山基地司令员萧德万少将郑军职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0月12日下午在上海市逝世，享年78岁。据新京报消息，据央视新闻消息，10月13日，刑法修正案11草案2审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学者罗翔此前也曾专门讨论过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需要下调，他以讲课的风格简单明了地论述了不同理念之间的区别。恰如他所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逻辑命题就值得修正。在许多情况下，主张未达法定责任年龄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这看似是对儿童的关爱，但他却放弃了对被害人的保护之责。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国际消息，将牛视为神旨的印度近日又开发了牛粪的新功能。印度政府下属的全国牛粪委员会主席卡蒂利亚宣称，在手机中放入牛粪芯片可大幅减少辐射，让人免于疾病。目前，印度有500多个牛场正在生产这种防辐射芯片，零售价约为50至100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4.5至9.1元。卡迪利亚称，这款产品若出口到美国，每个可卖到10美元。当被问及这款产品是否得到国家科研部门认证时，他的回应却是未经认证，但进行过测试。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10月14日电，随着印度的排灯节即将到来，为了与广受欢迎的中国制灯具展开竞争，印度计划超过3.3亿盏牛粪灯，并称以牛粪为原料的产品有巨大的未开发的潜力。综合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日，印度全国牛类委员会主席凯瑟里亚表示，他们计划在排灯节前生产3.3亿盏牛粪制成的环保灯来抗衡中国产品。生产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的目标是排灯节前造出3.3亿盏。据国防部发布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表示，10月12日，中印两军在楚舒勒举行第7轮军长级会谈，双方重点围绕两国一线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积极和建设性的，促进了对彼此立场的相互理解。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沟通，尽快就脱离接触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双方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观察者网消息，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网站10月14日消息，张向晨大使在2020年10月总理事会上就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和市场导向条件问题发言。张大使指出，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一个成员政府以任意的方式强迫外国企业把自己的股份和技术卖给本国企业，我们怎么好意思坐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讨论什么市场导向的条件呢？3年多来，我们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破坏市场规则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球肆虐。我们所工作的这个组织为此广受外界诟病，我们应当感到羞愧。红道出圈消息，10月14日，赵薇在电视剧《学区房》中的造型照曝光。被拍到的当天，赵薇工作到晚上10点才收工，非常敬业。赵薇已经6年不曾参演电视剧，如今再度涉足电视剧领域。她搭档秦昊、王鸥等人，延续了虎妈风格。不过，从学区房的简介看来，赵薇所饰演的角色并不算强势，但也为剧中自己即将读小学的儿子选择学区房的事情操碎了心。一点财经消息，10月14日消息，中国恒大折让 14.68%，配售26.29亿股，股价跌 14.68%， 报16.5港元。中国恒大发布配售股份公告，公司将根据一般授权可予配发及发行的新股份最高数目为26.2871.3980股新股份，预期配售事项的所得款项总额及所得款项净额将分别为约4301百万港元及约4256百万港元。公司配售价相当于股份于最后交易日在联交所所报市价每股股份19.34港元，折让约 14.68%。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中印第7轮军长级会谈当地时间12日在楚舒勒举行。据印度快报13日报道，与此前一样，本轮会谈又是一场长达11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谈，从当地时间中午开始，直至午夜结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3日表示，双方重点围绕两国一线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坦诚、深入和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一枚援引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双方后续可能会从当前阵地撤出部分人员，特别是驻守在制高点的士兵，但只有中方这样做之后，印方才会考虑采取相应的行动。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消息，据军事时报网站10月13日报道，驻阿富汗美军发言人10月12日表示，为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军在过去几天对赫尔曼德省南部的塔利班武装进行了多轮空袭。发言人桑尼莱格特上校表示，过去2天美军在赫尔曼德省的空袭没有违反美国与塔利班在今年2月达成的协议。他说，塔利班需要迅速停止在赫尔曼德省的进攻行动，并减少在阿富汗全国的暴力活动，这与美国和塔利班达成的协议不符，并破坏了阿富汗和谈。他表示，美军将继续为受到塔利班袭击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在美国空袭之前，有报道称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枪战。赫尔曼德省省长发言人奥马尔说，过去1周，塔利班在该省不同地区发动了协同袭击，周末时袭击还有所加剧。塔利班摧毁了高速公路上的几座主要桥梁，造成高速公路关闭。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报道，台湾中央社援引路透社13日消息，熟悉情况的5名消息人士当天透露，正推动售台武器案的白宫当天继续通知国会，将售台 MQ9 无人机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的岸置鱼叉反舰导弹。早前，路透社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近日已针对其他3种武器系统向国会2院的外委会发出通知。此前，针对美台军售，大陆曾多次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同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以武谋独。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直播吧10月14日讯，据中超官网报道，16支球队已经全部进入了2个赛区，所有人员核酸检测的结果均为阴性。
中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于10月16日在苏州大连打响。截止到昨晚，16支参赛球队已经全部进入2个赛区。根据赛区防疫工作要求，所有入驻蓝区的人员必须经过核酸检测。从运动员下车到进入内场部分都是蓝色核心区，只有蓝色证件人能够进入。目前全员测试结果均为阴性，其中黄海队在抵达大连进入蓝区前，全队连续进行2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在 IMF 的展望中，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期增速被调高0.9个百分点至1.9%。除了中国预计今年能实现正增长，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产出甚至明年都将低于2019年的水平。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与6月时的预测相比，上调了0.8个百分点。这是 IMF 在4月和6月连续2次下调今年全球增速后的首次上调。IMF 称，这是由于2、3季度的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并且中国经济复苏的态势也超出预期。